本地转世300年，当过魔帝，揍过神仙，掀过天庭的桌子。这一世，本地就3个愿望：鸡腿管够，小酒常有，谁都别来烦朕。为了这只鸡腿，本地在码头扛了3天大包。再攒2月，就能在镇东头盘个小酒馆，从此不问江湖事。看不见朕，看不见朕，看不到朕。小娘子，穿得这么俊，外地来的吧？放肆！你可知本小姐是谁？我管你是谁，到了青石镇，是龙你得盘着，是虎你得卧着。带走！我相公就在那儿，他一个能打10个，你们敢动我一下试试？姐，咱俩认识吗？你俩谁赔？啊？鸡腿3文钱，现在掏，这事就算了。啊！菜头大爷，萝卜2文1斤，他压坏了约摸10斤，回头记得找他们赔。完了，漏了。哎，兄弟，没事吧？哎呀，这地太滑了，你们这一个接一个摔的，我都看不下去了。滑？青石镇的地出了名的滑，地上连滴水都没有啊！天干物燥，更容易打滑。你刚才那2下，庄稼把式，村里种地练的。种地能练出这个？锄地锄多了，腰好啊。好小子，有种你别走，等我叫我大哥来，我当时前头前眼。喂，人是你打的，官兵来了你得说清楚，不能跑。我帮你解了围，不对，是你先坑的我。我蹲那儿啃鸡腿啃得好好的，你指我干什么？急中生智。再说了，事实证明本小姐眼光很准。跟我没关系。站住！你要是走了，我就喊非礼。300年了，本地什么大场面没见过？怎么一个凡人小姑娘比天道还难缠？让开让开，别挡路！小兄弟好身手，在下钱通，府上备了薄酒，可肯赏脸一步一叙？本地的凡人体验卡才用了几年，千万别因为这小姑娘直接废了。1个时辰前，本地的人生目标还是攒钱开酒馆，现在本地在思考一个很严肃的问题：把这40个全撂倒，怎么摆才能摆得像他们自己摔的？胖叔，要不这么着，我赔钱，打伤了几位兄弟，1说我分期，我码头工程下来才结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废他双手！都看见了啊，他们人多，自己挤着自己摔的。你管这个叫种地练的？锄地锄多了，下盘稳。他们手里有棍子。我们村锄地，地里石头多，练反应。你接着编。编不下去了，这丫头比那些神仙还难糊弄。大人，街口几10号打手围攻一个少年和一个姑娘，那姑娘一看就是大户人家出身，真出了事，怕您担待不起。来人，备马，速随本官前往。凡哥说过，出大事了，就去镇西破武馆找那个扫地的叶大爷。可那武馆都关门3年了，那大爷除了扫地就会打瞌睡啊！哎呦我的妈！不管了，死马当活马医。
前言，这是此人殴打良民，藐视仙门，我奉青阳宗之名维护秩序，有何不妥？青阳宗，本帝想想，300年前随手灭的那波宗门里，是不是就有个叫青阳的？来人，把这刁民锁了。记不清了，灭门这种事儿对本帝来说太平常了，记不住，记不住。你不反抗，你刚才不是挺能打的吗？打流氓是自卫，打官兵是造反，性质变了。大牢好啊，包吃包住，没人烦，正好多2天清静。本帝管这叫以牢避世。看吧，就说被你讹上了。不过没事儿，我掐指一算，牢饭管够。你赶紧跑，别回头。你闭嘴！我一定会把你弄出来的。小子，你那小相好挺护你啊，没用。等会儿把你手指一根一根剪下来，看他还护不护？要不让他剪吧，这样我还能在凡间多苟活几天，反正一会儿就长回来了。对了，护身符当给王老汉换酒了，半头高粱烧。哎，败家呀！天上，这动静，完了！豆子以为我出事了，叫来这位了，大麻烦。什么东西？全天下能用剑气把朕私房钱藏在哪儿都问出来的人，就一个。来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谁干的？都是完整的，一个死的都没有。这李一凡全身上下齐全，没缺零件，没下重手，没露相，还行，没白养。师傅落地先验我啊！这老头紧张本帝的身份，比本帝还上心啊！臭小子，出门前给你的护身符呢？当了。换酒了，镇东头王老汉的高粱烧，您那张符抵了半坛子呢。半坛子，我亲手炼的护身符抵不了1坛子高粱烧。师傅，您那符太扎眼，揣怀里硌得慌。再说了，您这不是来了吗？豆子腿脚还挺快。那小子跑到武馆的时候，血就剩1支，话都说不利索，上来就喊叶大爷别扫地了，出大事了。我扫帚都没来得及放。喂，这人谁啊？他那把剑怎么这么大动静？我师傅，教人打拳的，以前在镇西开过武馆，后来关门了，平时就扫扫地。扫地？你管这叫扫地的？你是什么人？敢趟这浑水？你知道我背后是谁吗？你背后是谁？我背后是青阳宗外门长老，他老人家正在赶来，你完了，你们全完了！在这青石镇，仙门就是天。师傅，他嗓门真大。一般嗓门大的都怂，你记一下，行走江湖用得上。记了。这师徒俩，一个敢教，一个敢听。何人敢动我青阳宗的人？长老，就是他们！那小子打伤我兄弟，羞辱仙门，这老的一剑劈飞我铁钳，完全不把青阳宗放在眼里。哼，一介凡俗武夫，仗着2下庄稼把式，也敢在我青阳定计撒野，让我测测你的底细。难道是我看错了？师傅这半步，迈得比朕的剑还准。跪下，磕3个响头，本长老留你师徒全尸。你来的正好。什么？省得我亲自去你们宗门了。完了，师傅这是要上门砸场子的节奏。朕的小酒馆看来又得推迟2月。这玩意儿怎么连呼吸都困难？正常，吓的。你才吓的！我什么场面没见过？这帮笨蛋玩意儿，哪有一上来就开大的？这怎么停住了？
不就一下，就谈个脑瓜笨的事儿，也舍不得让朕来。师傅这手势，行吧，听话苟活最重要。刚才那一下是你弄的？风，护山剑阵已成，此阵曾斩7名元婴邪星，今日让你师徒形神俱灭。看见没？这就是我背后的仙门，那老东西死定了，死定了！这个阵谁摆的？本长老亲手布置，历经30年参悟，融合13种上古剑诀，你一个凡俗武夫看都看不出。左翼第3到第7柄剑间距多出半寸，阵眼偏右2分，阴阳失衡。30年参悟，参出个歪的。师傅，给留点面子，好歹人家摆了30年。就是摆了30年还摆歪，才要说。再不说他一辈子歪下去。行。借根筷子，还你啊！不用还，送您了。断剑图腾，你是夜无道，一剑断天河。名字说对就够了，简历不用背。晚辈有眼不识泰山，请前辈饶命，饶命！喂，夜无道这3个字是什么级别的怪物？怎么报个名就能把仙门长老吓成这样？江湖传闻嘛，3分真7分吹。老头年轻时候是有点小名气，传着传着就走向了。你也看见了，就一教打拳的。教打拳的用一根筷子，吃饭的家伙多重要，筷子使得好，说明会吃会喝，也是手艺。长老，回去给你家宗主带句话。什么话？再敢动这条街的人，我亲自上门找你们宗主喝茶。夜无道，夜无道，剑道通神，一战断天河，二战后面怎么没了？连卷宗都被封了，什么样的人物，连记载他的资格都要天道批准？剑神封建3000年，偏偏这个时候在青石镇现身。他不是路过的，他是来收一个人的。青阳宗的事没完，他们宗主是个记仇的，往后自己长点心。长了2颗。最近睡得好吗？好啊，一觉到天亮。没做什么奇怪的梦？梦见了，梦见您把我的高粱烧喝了。行，那我走了。别死了，死了还得帮你收尸，麻烦。你倒是会捡，焦小姐跟班狗一样不落。前2个是自己装上来的，狗是我捡的。行了，人没影了，你哪来的回哪儿去？我顺路送你到镇口，只到镇口。谁说我要回去了？你得送我回京城。不去。你可想清楚，本小姐这条命是你救的，救命之恩你不报到底。报到底？朕狗的好好的跟你进京？京城人多眼杂，万一再碰上个仙门魔门的，朕的酒馆怎么办？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，后会无期。小豆丁儿，你哥平时攒钱都干什么用啊？我哥在攒酒瓜钱。镇东头那间铺子，他路过一回看一回，都看了好久了。东家要攒300两，我哥扛大包1个月才攒2两。哼，500两现银，到京城就结。不去。800两。这我不缺。1000两，外加镇东头临街带后院能存30坛酒的那间铺面，我替你盘下来，房契写你名。带不带地窖？带。后院那棵歪脖子枣树留着，不许砍。留。房契到了京城，当着我的面写明，照官府过印，红气不要白气。哟，还懂红气白气？行，
红气，官府过印，少一道手续，你把我扭送衙门。冷静，你冷静，你是先过天庭的人，区一间铺子，可那间铺子带地窖啊，30坛酒的地窖，朕扛大包要扛好久，好久。到了京城，你送完我就走，我绝不纠缠。路引、盘缠、快马，我全包，你就当是出了趟远门，回来直接当东家。你真是个祖宗。乖，叫东家也行。哥，那我呢？京城城南老张家糖葫芦，1天3串，管够。实在不行，给你开个糖葫芦店。哥，去吧，咱们不能跟糖葫过不去。你1天5只酱肘子。300年了，没人拿捏过朕，今天栽在一个凡间丫头手里，用的是房价，用的是房价。喂，林一凡，我付钱，你办事，银货2器。但你记住了，这一路上本小姐的安全就是你的了，让本小姐受到危险，房契作废。知道，跟护镖一样，甚至在坟间又怎么当起了押镖的？看见没？那丫头真俊呐！回去报给大当家，就说肥羊下山了，还带着厨子。厨子？那小子包袱里露出半只烧鸡，尾巴2只。算了，来就来吧，正好路上缺个截路的，给本地解闷儿。7天我没洗过澡。总算等到你们了，弟兄们，抬回去！放肆！知道我是谁吗？嚯，这个女娃子长得够劲儿，今儿晚上在这里头办喜事，老子要娶媳妇儿喽！在座休息。炖排骨至少4个钟头的火候，还有酱肘子，八角放的不错。这寨子里有正经厨子。噗呲噗呲，豆子别挣扎啊！哥，闻见没？我闻见了。大当家，走吧，赶紧的，别让肉凉了。这个娃儿咋个比老子还急哦？林一凡，你到底是来救我的还是来蹭饭的？哎呀，护镖送的，食宿自理。大当家管饭，这叫节省成本。娃儿，吃得还安逸噻，你就不怕老子等会儿把你砍了？你这排骨炖了至少4个钟头，能把肉炖这么烂的厨子舍不得宰客人，你说是吧，二当家？你咋个晓得是我炖的？袖子上还沾着八角呢，掌勺的吧？哎呀，我的妈！兄弟，你干过厨子？来，走一个。绑着呢，你喂我。来，老子喂你，张嘴巴。老二，那是老子压寨府分的男人，你喂他喝酒像啥子话嘛？那该喊他啥子？压寨舅子？舅子！谁是他女人？你们这群山匪是不是眼神不好？我看着呢，别急，等我吃饱。等你吃饱我都拜完堂了。放心，还有半只烤羊，1盆炖鸡，2屉馒头，你至少还有1个时辰。我记住你了。哎呦，这个狗凶哦！再来一块。出息！公主许你1天5只肘子，你跑山匪这儿吃自助餐，慢点吃，别现了原形，吓着厨夫。大当家，吃好了，多谢款待啊！客气啥子嘛，等会儿你站到旁边帮老子喊礼就行了。喊礼先不急，咱先商量个事儿。我吃完了，该带人走了。你看是你们自己躺下，还是我帮你们躺下？娃儿，吃老子的，喝老子的，完了还想砸老子的场子？表述不准确，吃你的喝你的是你请的，砸你的场子是你绑了我雇主，这是2笔账，分开算，谁也不亏。老二，他说的啥子意思？大哥，他好像就是在说他吃完要打我们。弟兄们，给老子拿下！唉，又要打啊！大哥，我服了！你吃了我的，喝了我的，完了把我一寨子兄弟全部撂翻了！你到底图我啥子嘛？图你家炖肉，
绑他就顺便砸场子喽。合着本小姐是搭头，炖肉才是正主。喏，搭头的补偿。县长救命啊！我帮你们把拖到去了，结果他把寨子砸完了。对，就是他，一个人把我们几十号人全部撂翻了。叶无道的徒弟，本座还以为剑神会赐你什么天法器，身无长物就揣半只烧鸡。3只呢，路上吃了2只半。也对，剑神的事我们自会找剑神清算。至于你，伤我青阳宗长老，辱我仙门威严这笔账，拿你的命来还，公平。就这线捆阵跟拿画面捆牛一样。先不争，听听他还知道点什么。剑神的徒弟，他们就知道这么点的话，那朕陪他演完吧。李凡，哎呦，县长饶命啊！现在知道怕了，晚了。猪魔卫，算了，喊累了。胖狗，该你了，肘子别吃了，干活。死到临头了，还跟一条畜生眉来眼去。哼，动作快点，别吓着厨子。他那锅肘子我还没吃够呢。县长，快点动手！就是这个妖孽砸我寨子，打伤我弟兄些，对头，把他那把半只烧鸡都没收了。大哥，那个狗儿他自己溜达过去了。都啥子时候了，你还惦记狗？蹲好了。风言风语，猪魔卫，动手！唉，可算能活动了，挂着看戏，腰都酸了。金线断了，天道金线被一个喷嚏。大哥，那个狗，我喂了一晚上的那个狗儿，我没瞎看得到。你说你没得事为他做啥子嘛？主人，您终于喊我了，还以为您要自己演到底呢。吞天上古妖帝，你叫他什么？他一个凡人，连灵力都没有的凡夫俗子，你堂堂妖帝给他当狗，凭什么？主人，他好聒噪啊！行了，话多，吃的都在嘴边了，还愣着。得令。疯了！他到底是谁？他是我大哥，300年前是，300年后还是，你不服，忍着。成不成？不成，塞牙缝都不够。主人，下回能不能挑个胖点的？人家仙门执法使让你当自助餐吞了，你还嘚瑟？那您倒是多给我加2根鸡腿呀！3天2头饿着，谁顶得住？回去给你们上头带句话：执法使我收了，令牌我扣了，下一回带够人，就这么几个。还不够我狗塞牙缝的。中，晚辈遵命，晚辈这就滚。俺们一定把话带到，一个字都不带少嘞。俺们上头要是再派人来，俺们先给您通风报信，中不中？哥，别说了，再说他把咱也喂狗了。少侠，那令牌您收好，俺们啥都没看见啊！说吧。福尔摩，他为什么管你叫主人？他老糊涂了，300多岁，相当于人很老，老到眼神不好使，见谁喂肉就管谁叫主人。哦，那我喂他，他也管我叫主人？那当然，
来，小黑，叫主人。他叫的心不甘，情不愿。认生。那他说300年前是，300年后还是什么意思？他以前有过一主人，我跟他一个味儿。一个味儿。狗记人靠鼻子，他前主人大概也是个扛大包的，汗味差不多，认错了。他前主人是谁？没问过，不熟。上古妖帝管一个人叫大哥，一叫300年，你管这叫认错人了？那你想听什么版本？我说我是他大哥转世，300年前跺跺脚，3界都发抖的那种，你信吗？你也不信吧？那不就结了？他就是条老糊涂的狗，我就是个扛大包的。你非把我俩往一块凑，图啥？都听好了，今晚上古妖帝在你们黑风寨吃了一晚上肘子，还吞了个仙门执法使。这话要是传出去，你们说仙门第一个踏平的是哪儿？黑风寨吗？所以今晚发生了什么？今晚我们就是吃了顿饭，啥子都没看到，啥子都不晓得。吃了顿饭就是吃了顿饭，啥子都没看到。大哥，那个狗儿还吃了8块肘子，这算不算事故啊？算伙食，记到早上账本头，不许再提。都机灵点儿，肘子不错。肘子当然不错喽，我炖了一下午的嘛。行了，他们糊弄完了，现在说我们俩的事。什么事儿？林一凡，我不蠢，狗可以老糊涂，但剑神的徒弟不是假的，金线崩断是真的，妖帝蹲你脚边也是真的。我不拆穿你是犯不着，但你记住，本小姐心里有一本账。这丫头比仙门难对付多了。现在仙门折了个执法使，还是折在你的人嘴里，这案底你背着他，躲得了一时，躲不了一世。跟我进京，我家在京城有点关系，能帮你把这页翻过去。翻过去之后，你回青石镇开你的酒馆，仙门从此找不到你这个人。你家什么关系？很大的关系，大到你想象不到。能有多大？总大不过朕。不过抹案底这3个字是真香啊！朕苟了300年，就差一张干净良民证。房契照付，再加一条抹案底。成交。等等，刚才那一下，朕怎么觉得是朕被算计了？哥，那黑爷以后还能跟我抢肉不？能，该抢抢，别让着他，他就好这口。走嘞，黑爷，进京。小伙子，你撞了俺，这事儿不能算喽。这位大哥，我走路的，没骑马。你走路带风，刮咋了？这位大哥说的在理，5文钱押金，要不我再给您做个揖。娃儿啊，碰瓷坑的就是个拉扯，你咋一点余地都不给俺留？俺后半场词儿还没念呢。你撞了俺，要对俺负责，俺得跟着你们。不对劲，哪有油碰瓷的还嫌给的痛快？这里有鬼。当然有鬼，他躺着嚎，气沉丹田内，声震3里。喝口水歇歇。哎呀妈呀，这水真甜！闺女，再来一碗。甜？甜，后味还带点麻，地道。巴豆，一整包，他喝了说甜。铜皮铁骨，百毒不侵。你怕巴豆害他，跟拿小米喂牛一样。可疑，假意。你再跟着我们，拉你见官。见官？中啊，你瞅瞅，俺的录影、户籍、良民证、田契，哎对，还有县太爷给俺提的道德模范。你一个碰瓷的，良民证比我的都全。干啥都得讲究个规矩，碰瓷儿是爱好，守法是本分。可疑，再加一。师傅让俺看着你，别死了，别露相。可你这日子一身补丁，干冷干凉，连个护身的玩意儿都没有。唉，哥疼你。多好的娃儿，穷成这样还知道心疼我，师傅，师弟他仁义呀！大哥，
你塞那仨玩意儿，随便一个炸开，能把这条官道抹平。本地要是收了，往后睡觉都得睁一只眼，不是怕贼，是怕他。外乡人吧，天黑前赶紧走，这村子闹鬼，后半夜村东头起黑雾，牲口一夜没一头。前儿个夜里，王家二小子搁炕上睡着睡着，人就没了。村里凑了50两悬赏捉鬼，请了仨道士，跑得比谁都快。这活我们接了，80两。我师兄祖传捉鬼的手艺，治不好不要钱，治好了加钱。不是50两，那是道士价。我师兄这本事的80两，亲情价。我什么时候成捉鬼的了？闭嘴！80两，你7我3，定金我收了，毁约赔3倍。300年了，没人拿捏过朕，如今朕被一本账管得服服帖帖。抓鬼？就他？这怂娃子抓个屁！罢了罢了，倒是俺老头暗中兜着，可别让师弟缺了零件。80两，丢了孩子的爹娘在村口跪着，李正把棺材本都押上了。本地苟了300年，什么躲得掉，就是躲不掉这个。来吧，看看是个什么东西。都听好了，我这招叫以人诱敌。我装醉倒在村道上，把鬼往村口的废井引，豆子藏水缸，狗拴井边木桩，绳套我已经下好了，鬼一进圈，拉桩收网。壮士，就这么简单？鬼跟山匪一个德行，欺软怕硬，看见醉狗，他先挑软的捏。你这是干什么？防护，万一鬼咬你呢？补丁后硌牙。朕堂堂魔帝，今晚的护身甲竟是8个补丁，说出去3界的脸都让朕丢尽了。这怂娃儿真敢往道上躺啊！行了，俺兜着，鬼一冒头，俺一时。等会儿，这玩意儿逃命的路线，咋比俺排的战阵还讲究？绕的全是死角，引的全是活靠，巧合，指定是巧合。豆子拉！哪儿跑？给俺老实待着！吓死我了！您这一脚比鬼还吓人。那是，俺老头年轻时杀过猪。打死这吃人的畜生！饶命饶命！小的也是被逼的呀。谁逼你的？索云剑底下镇着的九阴大王，那是个500年的老蟒。前阵子封印松了条缝，他抓了小的跑腿，逼着四下里收血石献祭。今晚月食之夜，他就要开祭破风啊！开祭？祭品是啥？童男童女。村里丢的6个娃儿，全在他洞里的祭台上绷着呢。不行，捉个小妖是运气，打500年老蟒，我这小身板塞牙缝都不够，给多少钱都不接。定金20两已收，毁约赔3倍60两，你身上全部家当2两4钱，剩下的拿人抵。朕苟了300年，躲过天庭的诛魔令，躲过仙门的照妖镜，却没躲过一个凡间丫头的账本。上山，先说好，我负责带路，打架另算钱。500年的老蟒坏了，这活俺师弟真干不了。看来俺老头今晚得路过一趟索云剑喽。不行了，腿软，得有人抬。地上有血点子，我晕血，得有人背。我想我娘了。60两。山路滑，
都跟上。朕苟了300年，装怂装到炉火纯青，如今被一本账治得服服帖帖。都瞧好了，俺老头年轻时杀过猪，今晚叫你们开开眼。您杀猪用火油？猪圈防火，家家都这样。忍住，你一口下去，朕今晚就得跟全村解释一宿。别怕，别怕，吃糖，姐姐带你们回家。本王当是谁？一个怂包后生，领着个丫头片子，就敢闯本王的剑。当年镇本王的那个牛鼻子老道，见了本王都要喊一声九阴爷爷。尔等算什么东西？本王出一剑，先拿尔等的骨头给本王磨磨牙。老东西，你敢？俺敢不敢？你试试呗。本王500年道行，500年道行就练出个嘴硬。断刀图腾，你是段天宗雷大爷？哟，认啥呀？那省事儿了。小蟒有眼无珠，不知是您老人家驾到，您早报名号，小蟒给您磕头都来不及呀。等会儿，俺刀啥时候搁那儿的？这尾巴他自个儿撞上去的？您刀法通神啊，蟒妖撞刀，天经地义。也是啊。雷爷爷，小蟒再也不敢了，封印松了条缝，小蟒就想着出来打打牙祭。500年没吃过饱饭，饿糊涂了呀！哭啥哭？给俺听好喽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从今往后，你给我盘在这锁云涧，守着山下石佛村，村里丢一只鸡，俺扒你一块鳞，少一个人拆你一截骨。旱了你给布雨，涝了你改水，干得好了俺亲自来给你解封。蟒遵命，小蟒这就去给孩子赔罪。往后石佛村就是小蟒的家，村里人就是小蟒的亲爹亲娘，不是祖宗。恩人呐！赏银80，孩子平安加10两，精神损配费5两，老母鸡不要，折现。婉儿，段天令，你哥有难，你也随他，我随叫随到，别给你哥，给他指定不要。大爷，那你去哪里？回山，出来10天，山上那帮崽子没俺压着，能把房顶掀喽。不过你这怂样，俺实在不放心。这么着，俺回去就派5个机灵的弟子暗中追着你们，沿途有个照应。你放心，他们远远跟着。大师兄，你这一派，朕往后连打个喷嚏都得注意形象。弟妹，见面礼。谁是你弟妹？上等货，值2两。师弟，别死了！万剑山庄的2师兄派人来接本地了。坏喽，5个带剑的堵着道了，等小师叔，这架势是劫道的。大哥，报名号吓退他们不？雷大爷说了，暗中护送，不得暴露了。前方可是林一凡，林公子。
连名字都摸清楚了，有预谋的绑票。弟兄们，抄家伙，先下手为强。果然，光天化日，刀斧手压着林公子赶路，这不是绑票是什么？山庄弟子听令，救人！打起来了，别过来啊！一边当你们是劫道的，一边当你们是绑票的。朕但凡能说一句话解释，可朕现在怎么能说了？没个正形。豆子，下注。我赌史剑的赢，一串糖葫芦。姐，使刀的瞅着像雷大爷的人啊，所以赔率给你1+2。两军阵前，朕的镇主坐庄，朕的跟班下肚，朕的狗为官，这一家子没一个省油的灯。镇主，那是你大师伯和二伯父家的小孩打架，你不能吃。今儿个不把你们这些白毛贼剁吧剁吧喂狗，按铁牛倒着走。说了不能吃。绑到我们问，不行，不能暴露了。绑到我们家头上，瞎了你们的狗眼！断天令，俺大师兄的东西，谁能告诉我，这是哪个小刺骨干的？他们。二师兄3年没见了，你脸黑起来的样子，跟师傅一模一样啊！龙子大师兄门话，雷破月子你家宗主。是，敢问您是？万剑三庄沈听兰。俺们有眼无珠，你是俺们宗主的亲师弟，那就是俺们的亲师叔啊！俺们把师叔家的人给打了。宗主，方才那些刀客刚和雷大爷，莫非就是对听宗那位？我们把雷大爷的心目子给劈了。好了好了，都是五位。官问苦子领一凡，领师弟。师弟，这位公子，你认错人了，我就是个赶路的。无毒一凡，赴京途中经由农处，吉宁松、吉茂琼，身边带一狗一娃一丫头。师弟在对上了。师傅，您传讯就传讯，写的这么损干什么？师弟，我看看侬手上没有？脉象空空如何？经脉细若有丝，别说灵力，连练武根骨都没有。苦命的师弟呀，空拿着师傅的名头，半点自保之力都没有。师傅的老人家哪能忍心让侬就这上路？阿兄，命苦，怨不得别你。命苦？昨夜他还拿我的肉干下酒说小四弟去我伪金三庄休整一番吧。听传讯说这儿摆席，俺连夜赶了800里。小师弟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，那就先喝。师兄，你派的人把我派的人打了，小孩打闹正常。师弟，各自1-7两银票，沿途盘缠。
谢师兄，苟活要本钱，这个实在。玄铁护心镜能挡元婴一击。师兄，太硬，硌腰。九军北元带，补气无血。狗兽，给狗补。那是3不良一颗啊！狗补补，好干活。这对护臂跟你师傅当年用的一对是一个炉子出来的，拿着。不记了，这人的可疑之处一本记不下。师弟，你是不知道，俺16岁那年跟师傅比刀输了不认，师傅一刀背把俺拍进泥里，3天没爬起来。打那儿起，俺就明白一个理儿：打不过就要认。你到现在也没认过几回。四弟，哥记你侬一个人在外头哪能顾啊？扛大包，睡码头，一天挣10文钱，攒着想在镇上盘个小酒馆。师傅的徒弟扛大包，大师兄别难过了，本地扛大包扛得可开心了，比当魔帝开心100倍。兄弟，白天那一刀哥对不住你。哥，那一剑是弟弟先挑个死。不打不相识啊！说吧，说什么？一个断天宗宗主管你叫师弟，一个万剑山庄庄主给你塞1000两。林一凡，你到底什么来路？我师傅教人打拳，收过几个徒弟，徒弟们出息了，认我这个师弟，就这么点事儿。教打拳的能教出2位宗主，骗鬼！林一凡，我不急，本小姐有的是耐心，一笔一笔慢慢记。2个师兄，一个比一个能闹腾。本地苟活300年，头一回觉得热闹点儿也挺好。明天一别，又是本地一个人佝偻。一包包全是吃的，师弟，你让哥说你啥好？罢了，能吃是福。4颗灵石，别退。谢师兄。师弟，我走了。师弟，别死了，死了哥还得给你收尸，麻烦。死不了，实在打不过就跑，跑不丢人。好的，师兄，我一直都跑。二师兄，我们也走了。师傅3起你来就走了，咱了4个，我总想不明白他图啥呢？既然人就地明白了，是人，侬就踏踏实当侬个犯人，替他无来，3个师兄弟子。 300年了，朕被人追杀过，被人跪拜过，被人喊打喊杀过，被人当弟弟送30里地，头一遭。师傅，您收徒弟的眼光是真不错。大爷，前头怎么了？王家集完喽！来了一伙穿白袍的魔修，架着白骨幡，见人就抓，青壮全捆走了，说是抓活人炼骨。我孙子才14啊！苟活300年，朕什么都可以不管，可抓活人炼骨这5个字，本帝可就不答应了。 天黑透了，前头有座山神庙，今晚都进庙里过夜。老人孩子睡里间，壮男力轮流守夜。后生，你是好人呐，魔修要是追来可咋办呢？追不来，真追来了，也有办法。喂，种地的，300条人命被抓走了，你就不急？急，但我有什么办法了？不好，他们来了。 王家集跑掉的骨料，原来躲这儿了。好，很好。
今夜门主开炉，正愁差几十个天头。哟，还有个细皮嫩肉的小娘子，这身骨头炼出来是上等的古簪料。想拿本小姐练骨，你们胆子太大了。胆子大？你是脑子坏了吗？在这里天王老子也管不了。小子躲得挺快，吓得人一害怕腿脚就快。要不是这满庙的眼睛，你现在已经是一捧骨灰了。全绑了，带回万骨窟，此时开炉。三请剑盟裴金闪，路过白骨门祸害人族100年，今夜该请了。裴金闪，你来晚了。今夜子时门主开炉赛了入炉，老祖古功大成，你杀得了我，救不了他们。宋琼，身边已够一娃一丫头，日父传讯里的小师弟，你不好好在请时针待着，跑到白骨门的醉边上来，松四吗？也是路过的，不小心撞上了。既然撞上了，就和死兄去请教了这贵门。不是吧？师兄带上我们不是累赘吗？骨炉在苦心，人质押在后洞，宁闯前苦，老祖会先拿人质开刀。丫头、娃儿、狗，你们3个绕后墙救人。你怎么知道我们能救？因为我们2个将会吸引他们所有的注意力。三师兄，一定要拉上我吗？这个等级的战斗就不用我来吸引了吧？你跟我走前库，毕竟四弟肯定有点东西。师兄，我和你不一样，我一个凡人啥东西都没有，我留守。走吧，我看行李，不会让你遇到危险的，放心有我。苟活300年，头一回听见有人把护犊子说得这么理直气壮。站我身后，打赢了你就上前，打输了你就跑。说起跑，我还行。古魔老祖，三请剑盟裴金闪，今日为民除害。裴景山，你的3清剑气，老身等候多时。这毒瘴竟然能压制我的剑气。伏骨瘴，偷学300年前尸骨老魔的路数，知道这瘴门道的死的死，疯的疯，就剩本地一个。麻烦了，这瘴烧剑心，外人帮不了，只有本地能解。可本地一出手，三师兄的骄傲和朕的凡人日子一起完。三师兄，你可得给朕争气。裴景山，你的剑心护得了自己，护得住那个凡人吗？老东西听着，这是我裴景山的师弟，想动他，先踏过我的石头。300年了，本地被人这样护在身后，还是头一遭。三师兄，你的骄傲朕保，你的命朕也保。祖师爷，显灵了！师兄，你可不能死啊！你死了我可怎么办啊？苦杀！师兄命硬，3清剑盟，盟主令，往后正道36宗，没人敢动你。师兄，这玩意儿硌腰啊！拿着。列位，最新消息，祸乱数郡的白骨门完了。3清剑盟裴盟主夜闯万古图，古魔老祖触怒上天，一道天雷劈得灰飞灰灭。这叫什么？这叫天理昭昭，报应不爽。朕谈了个脑瓜崩，天道替朕领了功。行，这买卖划算，下回还让天道领。我估了个价，断天令无价，万剑玉符无价，盟主令无价。那你记他干什么？我记的是你一个凡人，抄着3界最硬的3块牌子，
还天天哭穷。林一凡，你是我账本上最离谱的一笔。来，临走之前验收一下教你的心法。四弟，别灰心，练不成剑没关系，有师兄在，没人能动你。师兄，300年了，朕骗过满天神佛，唯独骗这几位师兄的时候，心里头有点不是滋味。此去京城还有半月就成，白骨门一除，沿途太平。师兄要回山复命，执法使失踪的案子还差个首尾。记住，蒙主令贴身带号，到了京城少管闲事，多吃好的。记住了，记住了，师兄你也保重。四弟，打不过就跑，跑不丢人。我从小就擅长跑。父皇，我回来了，还给您带回来一个您绝对想不到的人。主人，往前的路上，我闻着一股味儿，300年前闻过。说人话。是当年围杀您的那些人的味儿。京城，朕回来了。看见没？京城，本小姐的地盘，到了这儿就安全了，想吃啥吃啥，本小姐包了。小姐，京城的糖葫芦肯定不一样，安排。先别急着点菜，看看城门口。司空烈，天道执法殿的副店主亲自堵门，还有李玄机师傅打了他的人，拆了镇砸的古镜，他亲自来寻仇了。哥，你干嘛？方顺。哦，主人，那个姓司空的身上有天道敕令的气息，300年前围剿您的那回，他是殿前指引人之一。把妖气收干净，从现在起，你就是条土狗。我一直都是土狗啊。再土一点。过火了，收一点。这是你家门口，你先来。你的规矩不好使了，再按我的。本宫是当朝昭宁公主，尔等何人，竟敢率众围堵京城大门？叶无道的徒弟，害我外门长老卧床不起，毁我正宗古镜，辱我百年威名的，就是你。哦，那个歪阵啊，我师傅拿筷子拆的，你找他。我最多算个围观群众。小畜生，还敢狡辩！那4个长老亲眼所见，你身边带着上古妖帝吞天。就是他，就是那条狗，妖帝啊！诸位仙长，你们看看他，他像妖帝吗？他就是条老糊涂的土狗，300多岁，眼神不好使，见谁喂肉管谁叫主人。那天在黑风寨，怕是让狗肉蒙了心。他当时3只眼睛比房子还大，一口吞了执法使。大家伙评评理，一条狗比房子大，还长了3只眼，这话你们信吗？不信，3只眼，二郎神家的狗才3只眼，真的是真的。对不住了，四位，你们说的每个字都是真的，所以才更不能有人信。公主殿下，本座乃天道执法殿副殿主司空烈，奉天道敕令缉拿妖帝追随者，你身后那个人以及那条狗。缉拿？凭什么？他救了本宫的命，一路护送本宫回京，他就是个凡人。那条狗就是条土狗。本座活了760年，见了760年的妖气，那条土狗身上残轮的气息，上古妖帝吞天，300年前追随魔渡叶玄的妖界共主，公主执意护他，便是与妖帝文武。天道敕令之下，皇权也好，凡人也罢，一律同罪。末将禁军统领赵铁山奉陛下密旨护驾，外围禁军已尽数归整。公主一声令下，禁军全员听您调遣。赵统领起，列阵。本宫倒要看看谁敢动本宫的人。公主殿下，凡间禁军在本座眼里不过是纸糊的障眼法。本座最后问一次，让还是不让？不让。公主殿下，您护着他是因为您不知道他是什么人。您知道那条狗是谁？那您知道那条狗叫的主人上辈子是谁吗？你闭嘴！他上辈子就是魔帝叶玄，屠戮3界，血洗仙门的大魔猴。公主殿下，您护着的是一个转世魔猴。剑神的徒弟，妖帝的大哥，魔帝叶玄。好啊，你这本账比本宫姐想的厚多了。本宫说了，他是救过本宫的人，什么魔帝，什么叶玄，本宫没看见，本宫只看见一个给本宫烤过红薯、盖过毯子、挡过刀的凡人。你们再说1000遍、10000遍，本宫不让。叶玄？谁啊？没听过。我们老林家3代单传，图谱我都能背，祖上没有一个姓叶的。铁证如山，还敢抵赖？铁证在哪儿？就凭一条老糊涂的狗认错人？
他管豆子也叫过哥。照你们这个算法，豆子也是魔帝？我不是，我没有，我就是个跑腿的。再说，魔帝转世长我这样，你们对魔帝是不是有什么误解？魔帝能在码头扛大盘，魔帝能为了一只3文钱的鸡腿跟人拼命，魔帝能攒2年钱就为一间带地窖的小酒馆。你们随便去青石镇打听，我欠王老汉2顿酒钱没还，偷借过，李寡妇家2个鸡蛋没给，魔帝干得出这种事儿？听着是挺没出息的，魔帝不欠酒钱吧？你这是胡搅蛮缠！胡搅蛮缠怎么了？朕这300年别的没练，就练了2样：藏胡说和耍赖。执行人听令，诛魔大阵，起！所有人，盾牌举头顶，护住公主！你以凡人之身护妖帝成魔魂，触犯天道敕令第13条第79条。本座今日代天行法，诛魔令下，形神俱灭。阵比上次那个大，人比上次那个多，名字比上次那个唬人。主人，您说什么时候掀桌子，咱就什么时候掀。不急，先让人家把活干完。司空烈，300年不见，你还是这毛病。阵还没落，声势先拉满。当年你就是这么输的。哎呦，说来就来了，小黑，准备好接客。得嘞，主人，您瞧好。执行，落！谁都不许动他！都住手！本宫在此，谁敢落线？公主殿下，你这是自寻死路。本宫是当朝昭宁公主，父皇膝下独女，禁军在此，百官可见，万民可证。你这一剑落下来，杀的不是那个少年，是当朝公主。仙门敢当众杀害公主，就是向整个凡间皇权宣战。司空副殿主，别被他唬住！天道敕令之下，万民皆为蝼蚁。蝼蚁？3000年前天道出力，凡间皇权了血气，天道不得干预皇族血脉生死。天规第17条，我若杀了他，就是当众撕天规。你担得起？怎么样？本小姐说了，到我家门口了，我来。你这个傻姑娘，疯了！疯就疯吧，你救了我几次，换我护你一回。不亏，不亏，朕就帮你打了一个架，你拿命还。凡人这账怎么算的？公主殿下，你护得了他一时，护不了他一世。天道敕令已出，无论你今日挡不挡，他都活不过1个月。1个月后的事，1个月后再说。今天，你别想动他一根手指头。是你，真的是你！完了，全场500人，赖账赖得风生水起。就这老小子，隔着300年一眼把本帝认出来了。哥你怎么了？晕。林一凡，你怎么了？我不知道，但那片云，他好像在叫我。稳住阵脚！魔界有变，但天道大阵仍在，诛魔令不变。第2重天道枷锁，准备！副殿主，再拖下去恐怕生变，直接落线。公主若党一并镇压，天规的事会。明白。大不了让人间换个皇帝。快，必须快！趁他还没全醒，300年前天道欠下的债，绝不能在今天讨上门来。斩魔帝，落！你看着我说，那个叶璇是不是你？不知道，我晕，也可能是你挡在我前面，把我感动得够呛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拼？
剑神的徒弟，妖帝的大哥魔帝叶璇，本宫这本账记到今天可算记到头了。你早就猜到了。猜到归猜到，你不认，本宫就装不知道。谁让你烤的鸡腿好吃了？下回别挡了，你破相了就不好看。你管我好不好看？诛魔大阵第2重，天道枷锁，起！这王的气息回来了，真的回来了。完了，这回凡人真当不成了。